俄乌冲突爆发2年以来，随着战场形势的变化，对乌克兰的军援也在不断升级，从单兵使用的反坦克导弹等轻装备升级到重型火炮、步兵战车、主战坦克等地面主战装备和防空导弹系统，东西是越来越好了。但也有人因武器是万国造，开始担心乌军的后勤压力，如豹2挑战者2坦克用的是柴油， M1 坦克则使用航空煤油等一切可燃烧的液体，又或是弹药供给方面，既有苏联的152毫米炮弹，也有美制155毫米榴弹炮，担心这些问题会拖乌军进攻的后腿。本期视频我们就来聊聊乌军后勤北约化的演进。其实乌克兰的北约化早从2014年乌克兰危机后就开始了，其后勤体系并非我们想象中的那般脆弱，甚至在未来战争中，乌军依靠这套后勤保障会形成军事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自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到俄乌冲突爆发2年以来，乌军后勤体系就一直跟着对乌军援由浅入深逐级演化，截止到目前大致能分为4个阶段。第一阶段打基础，时间是2015年至2021年，具体做法，在这一时期，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各国依托乌克兰多国联合训练团项目，开展对乌克兰军队进行整训，其训练内容完全围绕乌军需求量身定做，如乌克兰特种部队就是按照北约特种部队的训练模式开展训练，并要求其通过北约标准的考核。同时还指导乌克兰进行军改，放弃了独立以来追求质量效能、忽视规模的建军思路，重塑了武装力量动员体制和指挥领导体系，着重弥补了苏系体系中基层军官缺乏指挥作战的能力，提高了其军事体系的效率和不同兵种整体协同的战术能力。在这一时期，乌克兰就已经知道未来会受到来自俄罗斯的威胁，明确了消耗战和持久战的战略需求。另外，北约也有限为乌克兰提供了北约制式武器，配合大规模的整训，促进了乌军与北约国家军队的联演联训，使乌军提前熟悉了北约装备和作战体系。有人可能疑惑，这一时期俄罗斯难道啥也没做吗？就这么甘心看着乌克兰改革变强？当时克里米亚危机和乌东冲突刚结束，俄罗斯即便想继续大动作，北约也不会允许。可以说是北约为乌克兰提供了安全保障。至于为什么会帮助乌克兰，是因为在苏联解体后，北约就和乌克兰开展了安全合作。乌克兰1994年加入了北约和平伙伴关系计划，1997年双方设立北约乌克兰委员会，以推动安全合作。2014年乌克兰危机发生后，北约就决定通过既定的合作框架来提高乌克兰维护自身安全的能力。第2阶段初步尝试，时间是在2022年1月到3月，即俄乌冲突爆发前后。具体情况是2021年下半年，俄罗斯开始在乌克兰周边集结重兵，俄乌矛盾愈演愈烈。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国家停止了在乌克兰境内对士兵的整训，开始加强轻型武器装备，主要以便携式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为主，以及利用北约通信和情报系统对乌克兰提供援助。当初黑海上空几乎天天都能看到北约的侦察飞机。如果说第一阶段是让乌克兰后勤有了北约化的土壤，那第2阶段就是乌克兰后勤北约化的开端。这一改变直至2022年3月底，俄军入侵全线受挫，从基辅败逃才算结束。那么第2阶段为什么要从轻武器下手，而非从坦克、火炮或者是从最基础的军工厂开始改变呢？前面火力军说了，乌军后勤体系转变是跟着对乌军援模式进行演变的，而这一阶段的对乌援助就受到了多重因素的影响，其主要有战争初期北约对俄乌局势的判断相对保守，认为乌军战力不足，无法进行长期作战，因此军援的重点就放在能使乌军快速使用且对俄军装甲和航空力量造成一定威胁的反坦克导弹、防空导弹以及战场通信和情报共享上。同时，为了防止冲突升级，北约还从乌克兰境内撤出了承担训练任务的小分队，并保持了对援助主战装备的克制。所以，初步军援和后勤体系改变也就以轻型武器为主。
而持续的大规模军援和后勤体系的改变带来的效果是非常强的，极大影响了战争初期的战场态势。比如，乌军地面部队在获得大量轻型反坦克导弹和防空导弹后，对俄军装甲部队的非对称作战能力几乎是呈90度直线飙升。那段时间，天天都有俄军装甲车辆被毒刺导弹摧毁的新闻流出，又或是北约利用情报系统同乌军共享了战场情报，使其对战场态势一目了然，有了更针对俄军的配置和兵力部署，不仅屡次挫败俄军攻势，还给俄军造成了重创和消耗。最后，乌军还利用网络与通信，将战果公布全球，在舆论战上占尽先机。当然，乌军在这一阶段能有如此战果，离不开俄军因狂妄、轻敌、冒进而不断暴露出来的弱点和短板，以及乌军早有长期作战的因素影响。第3阶段，用送武器方式来由浅入深，改变后勤体系。时间2022年4月到12月。具体情况是从2022年4月开始，俄军为了扭转被动局面，开始不断缩小主攻目标，放慢了进攻节奏，开始利用自身优势，以重火力开路，相继占领了马里乌波尔、红利曼等战略要地。与战争初期相比，俄军更加注重自身后勤保障，使战线更为稳固。相应的，乌军的非对称作战绩效随之下降，且损耗持续上升。自此，俄乌战场进入了消耗战阶段。且有了长期化的趋势，乌军后勤体系也从这时开始有了大范围的改变。因为在这一阶段，乌军对军援的依赖程度进一步增加。一方面是因为远程火力的作用愈发突出，先前军援的轻武器已经无法满足乌军需求；另一方面是乌军自身的苏系火炮和弹药要么被摧毁，要么因弹药耗尽难以补充而荒废。为了解决乌军这一时期困境，北约各国再次调整了对乌的军援方式，其方式大都是从本国武器库中向乌克兰军援重型武器装备。如4到7月份，考虑到乌军后勤维护和操作，军援的武器大多是冷战时期华约的主战装备和北约各国制造的火炮和火箭炮。到了8月到12月份，为应对俄军的持续空袭，军援范围扩大到美国等制造的新型防空导弹系统。乌军后勤压力激增，北约化的转变也开始加剧。为此，北约开始在乌克兰境内为乌军提供新一轮的作战训练。如据美军联合参谋部的统计，截至2022年末，美军曾完成了对3000余名乌军受援官兵的训练任务。其他军援方式还有针对乌克兰的需求，利用成熟技术研发和生产新式装备。如美军原本没有装备岸对舰导弹，为了满足乌军需求，美军直接研制生产了鱼叉反舰导弹的发射车，使乌军能发射各国援助的鱼叉导弹。又或者是从国际军火市场直接下订单，购买乌克兰所需武器装备，再进行军援。根据白宫和俄乌冲突1周年发表的声明显示，当时就已有50个国家参与由美国牵头的乌克兰防务联络小组，向乌克兰承诺了超100亿美元的军事援助。北约通过支持乌克兰将武器装备从苏制过渡到北约制式，增强与北约的互操作性。往小了说是间接推动乌军后勤体系的转变，往大了说则是推动乌克兰整个国防体制的改革。第4阶段，步入边修边送。北约开始向乌克兰基础军工伸手，从根源上让乌军后勤彻底转变成北约标准化体系。具体情况是，从2023年1月开始，由于新动员的俄军部队开始陆续抵达战场，对巴赫穆特等地乌军的攻势逐渐加强并取得进展。北约对于军援国领导人在与泽连斯基会面后，决定对乌进行新一轮的军援升级。此次军援不同于前3阶段，北约开始成体系地向乌克兰提供地面主战装备，主要以主战坦克、步兵战车以及一体化防空系统和弹药为主。其中，美军还特意在德国军事基地对乌克兰接装部队进行营级和旅级合成战术训练，使其能最大程度发挥北约装备的威力。那是什么原因让各国同意向乌克兰军援主战装备的呢？除了俄军在战场给予的压力外，从乌克兰和对乌军援国自身出发，一是他们可能觉得乌克兰有了一定的北约化基础，配合提供的情报支援，相信乌军有了主战装备后能在战场上获得更多优势；二是对乌军援国们自身苏系武器库存有限，难以持续向乌军提供如 T72 这样的苏系坦克；三是北约的存在及其运行模式为对乌军援升级提供了便利。
因为北约的存在为所有成员国提供了安全保障，并不担心俄军的军事报复，尤其是波罗的海和东欧地区的国家。四是军援乌克兰对自家军队武器更新的帮助，毕竟用库存的苏系主战装备去换取更先进的美系装备，稳赚不赔，而且还能与北约内部其他国家进行军事技术共享，自身实力能进一步提升，所以他们才决定对乌克兰援助主战装备。2023年1月中旬，英国率先宣布向乌克兰援助可装备一个坦克连的14辆挑战者2主战坦克，以及配套的维修和牵引车辆。紧接着，美国1月25日宣布向乌克兰提供31辆 M1 主战坦克及配套弹药和保障车辆，并在训练乌军方面提供帮助。同时，欧洲各对乌军援国也同步提供了豹式主战坦克，如德国不仅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豹 2A6， 还允许其他国家向乌援助德制坦克。但以如今眼光来看，主战装备的援乌进度并不理想，像美国给出的理由是库存有限，只能下订单生产后交付。欧洲各对乌军援国，即便德国取消了德制坦克限制，但由于受军队规模和长期军费开支限制，也没有多余库存援乌。后来好不容易挑战者2豹式坦克 M2 步战车到位了，但由于数量有限，又缺乏训练和维护，刚投入战斗时仍无法形成规模优势。而且乌军还面临着视频开头提到了万国造难题，于是对乌军援国们又开启了边送边修边培训军援模式，从军工基础出发，帮助乌克兰具备持续抵抗和反攻的能力。如德国曾和乌克兰、波兰签署一项协议，3国将会共同建立一个坦克枢纽，在波兰境内为乌军坦克提供维修服务，又和罗马尼亚达成协议，在罗马尼亚和乌克兰的边境地方建立了一个武器维修中心，曾对外宣称乌军目前所使用的武器都可以送到这里进行维修。除此之外，莱茵金属公司正计划在乌克兰新建一家生产火炮弹药的工厂，又或是土耳其国防公司白卡已经开始在基辅建造 TB2、TB3 无人机生产厂等等，来为乌克兰提供战争的后勤保障。像这样的维修场所、生产工厂，今后乌克兰境内、境外会越来越多。目前乌军正处于第4个阶段，这其中还有正在和未进行的后续阶段，即乌空军和海军装备的更新。如乌克兰一些服役战机的年龄都快赶上飞行员的2倍了，急需新战机、新机场、新地勤等相关武器设备、训练场地及人员。只有等到第4阶段彻底结束，乌军武器装备及后勤体系才能彻底实现北约化。至于从第2阶段开始，乌克兰能顺利进行北约化改革，除了军援的不断升级外，另一个原因是俄军无法有效反制对乌军援。首先，俄罗斯是不是想与北约对碰了？俄罗斯是不想与北约对碰了，所以在行动上难免束手束脚，无法对乌克兰境外的目标实施打击，消除军援源头。其次，俄军并未掌握战场主动权，并没有能力封锁乌克兰西部的边境线，无法阻止军援物资进入。和乌军在境外受训，像波兰到乌克兰的境内，估计就不止一条军援供应链。此前的视频中曾提到过其中一条路线是从热舒夫到利沃夫，再到基辅，再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然后再分向顿涅茨克等方向，以此来满足乌军部队的每日损耗。最后是俄空中和地面作战力量都缺乏远程精确打击能力，不能有效打击乌军受援的重型武器。此外，火力军之所以说北约化后勤保障体系能让乌军在未来战斗中形成军事优势，掌握战略主动权，是因为该体系是乌军长期作战的基础。只有与北约有了相同的后勤系统，北约才能更方便快捷，根据需求不断为其补充弹药，为其维修维护先进装备。甚至是让技术人员进行远程视频指导也不在话下，可以开创更多的对乌军援模式，同时也方便各国为快速转运军援设备开展培训提供便利条件。总的来说，乌克兰后勤体系北约化的转变是从2014年开始的长期作战中不断积累的结果。在今后的作战中，乌军的后勤体系将不断完善，逐渐摆脱对军援的依赖，拥有自主抗俄的力量来源。乌克兰的军队也将在编制、装备和作战思想上彻底实现北约化。好了，关于乌克兰北约化的后勤体系，大家有什么要补充的，欢迎在评论区留言。我是火力军，下期再见。